在本次春节故事的版本之外啊，我们还有新玩法的消息要与大家分享。之前为大家简单介绍过的深溪演算即将与大家见面。深溪演算玩法呢，将在网状地图中进行。该网状地图啊，将在每局开始时随机生成，包含不同的节点和路径。大家可以在地图中进行探索、采集、狩猎、战斗、建造等一系列行动，还可以遇到一些 NPC， 发布特殊的任务。在讲这些行动具体怎么进行之前呢，先让我引入2个概念，一个是行动点，一个是体力。游戏中啊有天数这个时间进度的概念，而行动点就是每天的宏观可操作次数，初始是每天2点。这里要注意啊，行动点使用完后呢，当天就不可以再进行消耗行动点的操作了，但仍可以进行烹饪和生产、食用食物、查看背包、查看节点等操作。今日行动完成后啊，大家可手动进入下一天，行动点也会随之恢复。但如果前一天有未使用的剩余行动点，则不会计入到下一天。行动点可以说是博士行动时的限制属性，而体力值概念可以理解为干员属性，会影响干员们的使用。干员们在深溪演算中的初始体力为0，需要使用各种手段来恢复体力，才能携带进入战斗。既然说到了恢复干员体力，这里正好给大家讲一下在深溪演算中进行的各种行动。在地图中有各类可采集或狩猎的荒地、矿洞等，遇到这种关卡时，博士们可以消耗行动点获取食材、矿产资源。矿产资源可以用于战术道具和建筑的研发建造，而有了食物就可以进行烹饪。深溪演算的烹饪系统啊，可以制造出30余种不同的食物。这些食物啊，除了用于补充干员体力，其中一部分还能给干员带来其他的增益效果。增益效果不能叠加，可以生效到一局游戏结束。除了烹饪啊，多余的材料也可以快速制作成可补充体力的高能饮料。另外，为了避免浪费，制作出的食物也可以进行回收。我们准备了有关资源采集的实际录屏，接下来就让海猫老师为大家稍作展示。好，大家请看，这里是一个采集关卡，我们来这里采一点木头。那么进入关卡后呢，可以看到，这儿有一个树木和瞭望塔，瞭望塔为我们提供了视野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敌人。好，我们用德克萨斯来切一下这个侦察兵。好像刚才有什么远处有什么敌人在攻击我们，对吧？好嘞，交给我吧。给我们闭嘴。那我们部署西英来一探究竟吧。是个炮手组长是吧？那我们就放个小车解决。您找我？那现在可以采集木头了，树木的血量比较高，但防御比较低，适合用能天使这样的干员来打。那这儿有个隐藏的弩手，我们再放一个西英的小车。深溪演算地图比较大，适合西英这种召唤师的发挥。好了，能天使已经采集了一些木材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木材不会在关卡结束时自动被带走，我们得派干员去把掉落木材带回来。主档数越多的干员，一次能带回的资源就越多。注意，召唤物是不能携带资源的。那么这种情况的话，像乌有这样的干员下场就能得到不错的发挥。它主档数为2，那么在部署时间也短，可以高效地带回资源。刚才部署西英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下方也有一些木材。我们让陈来帮忙伐木吧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关好像没有显示敌人数量，只有一个倒计时。这是因为采集关的目的是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的获取资源。倒计时结束时代表着关卡的结束。我们会带着已获取的资源离开，击倒多少敌人并不重要。给我没人能束缚我。另外，关卡中呢也没有显示生命值也就是说敌人不会走进蓝门。阴影中的敌人呢一直在巡逻，虽然他们也不会走进蓝门，但是如果发现了我方干员，他们依然会来主动找我们麻烦。轮到我出场了吗？这里是陈，我们派乌友去侦查一下未探索过的区域吧。这儿有棵树不过我们没有余力采集这棵树了，只能等下次再来了。了解，闭嘴。
倒计时快归零了，我们的干员大都处于在部署阶段了，那只能顶着敌人的攻击尽量伐木了。没带走的木材呢不会消失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这关把木材带走。感谢海猫的讲解。在主要的探索、扩展生存之外，博士们还需要留意一下生态。每局游戏开始会随机生成不同的生态体系，每种生态又有对应的天气，例如雷雨、雷暴天气等。天气会改变关卡战斗中的环境，也会为博士提供增益或减益的效果。另外刚才提到的 NPC 也可以触发各式各样的故事和任务。故事选项可以影响剧情走向和对话内容，而任务进度将会跨局保存。这部分的详细内容之后会在我们的自媒体上发布，博士们可以多加关注。当然探索陌生区域的过程不会一直风平浪静，大地图上存在战斗节点。另外还有一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战斗，我们称之为敌袭，与静止不动的战斗节点有所区别。敌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我方的基地不断的移动，在此期间博士们可以选择在行进路线上将其剿灭，也可以做好准备在基地节点迎战。如果基地被击毁则游戏结束；如果击败了 BOSS 并完成了最终日生存，则游戏胜利。当然，如果在最终日没有碰到 BOSS， 则本局游戏时间会继续推进，直到大家击败 BOSS 或逃跑为止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地内的建筑如果没有被摧毁，则是会继承到下一局。好了，以上是对该玩法的大致的介绍，更多具体内容就留在游戏里等博士们亲自体会了。深吸演算玩法将在近期开启，该玩法不会消耗体力，达成目标即可获得里程碑奖励。另外，《隐航者试炼2》将在2天后，也就是2023年1月10日正式上线。我们的自媒体之前发布过相关的讯息，之后的玩法、奖励等信息也仍将在微博、哔哩哔哩等平台的明日方舟官方账号上发布，欢迎大家关注。接下来我们将对之后的故事稍作展望。在郁闷事件告一段落之后一位女侠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决意继续行走江湖。在一次意外中她遇到了一位误入歧途的少年，于是决定将流落在外的少年送回家乡。但回乡后村民诡异的态度让人不得不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情。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将目睹一场在燕国西北发生的荒诞剧，同时看到桑葚等人的熟悉身影，孰为善孰为恶将留给大家来判断。随后大家期待已久的联动故事也将上线了。在东国村庄里，罗德岛干员们将为解决问题而踏上旅程，敬请期待他们的全新面貌。之后的4月主线将迎来更新，第12章将会与大家见面。在第11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岛已经进入了伦蒂尼姆的中央城区，这里汇聚着公爵的暗线、萨卡兹的军队、市民自救军等各方势力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且一触即发。而第12章公爵们的暗地争斗将会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。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下，一次开火终于引燃了战争。新章节将讲述罗德岛如何在这种局面下斡旋与行动，并在各方视角下揭露更多秘密。以上就是本次新春前瞻特辑的主要内容了。最后要提的是，2023明日方舟新春会兔兔闹新春已开启预约。新春会将在1月15日、1月16日以及1月17日的晚间19点整进行3天连播，欢迎大家去哔哩哔哩页面进行预约。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网页彩蛋，希望大家能在美好的运势中开启新的一年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次前瞻特辑，提前预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